是习惯用微笑武装，到底要再受多少伤，考验我的坚强。徘徊是非两端，爱恨中找答案，就算还是少了陪伴，至少我还有孤单。放下了遗憾，成就下个美满，不怕孤单，再困难我也有勇气去承担。放下了不安，我要继续往前闯，失去过才能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莎莎，奥林是怎么不见的啊？对不起啊，表姐，现在保安在帮忙找出他了。你们来干嘛？是不是想抓住我们痛脚，在法庭上大做文章？不要再说了，奥利到底是怎么不见的？对不起，表姐，我知道奥利被传召上庭很不开心，但是我怕他一时冲动在庭上乱说话，所以我就教他怎么说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给他太大压力了，他才会不说一句话就自己走了。吴律师，你听到？他怂恿我女儿选择当母亲，我可以告他。你要告就告啊，你要告我什么罪？反正不用我教，奥利也知道该选谁。不要再吵，现在找人最重要。我们去找奥利。我告诉你，我女儿什么事情我不会放过你。喂，你不要忘记哦，就是因为你搞外遇，事情才会搞成这样的。我家事不用你管，记录他所说的一切。先生，先去找女儿比较重要。李琦，我还是找不到奥利，你说他会不会出事呢？你不要胡思乱想，他或许只是想出去走走，又或者是去找朋友了。你有没有他最好朋友的联络方式？我打给他们了，他们说奥利没有联络他们。奥利的书包，你怎么会有女儿的书包的？你是不是看到奥利吧？你在说什么？这是 Olive 的，是啊，怎么会在你手上？快说！我女儿到底在哪里啊？哎，我明白了。刚才我看到一个小妹妹背着这个书包，我就问她这是哪里买的，因为很漂亮，我想买一个给我女儿。她就主动把书包卖给我，我给了她钱之后，她就走了。现在没事了吧 Sorry， 你们啊，要是那么紧张女儿，就别让她一个人出来嘛。警察先生，我是钟彩珍，我是来接我的孙女简佳琴。好的，请稍等一下。外婆， Olive， 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吗？请问你是钟彩珍女士吗？是的，钟女士你好，她一个人到车站说要去买新山的车票，售票员看她年纪这么小，觉得不太对劲，所以报警了。我们问了很久，她什么都不愿意说，只告诉我们她的父母都过世了。我们骗她说要把她带到孤儿院去，她才肯把你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。真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你们了。请跟我到那边办个手续，然后就可以离开了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刚刚办完手续，你们不用过来了，我现在带她回家。好，拜拜。告诉外婆，你干嘛跑去新山？你那里又没有亲戚，你投靠谁啊？还是你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，被骗过去那边的？才不是，我没那么笨。
那你到底过去新山要找谁呀？我的好朋友小玉搬去伊斯干达住了，我要去找她。你还说你不笨，护照都没带，怎么出国啊？我一时间没有想那么多嘛，我只是不想继续留在这里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因为不想出庭，所以选择逃跑？就算你不想出庭，你也应该跟妈咪商量啊！你不应该这样不负责任的一走了之。要是遇到坏人怎么办呢？遇到不能面对的事情就选择逃避，你说这样的人会有前途吗？难道你要像你妈咪一样一事无成，连婚姻都搞得这么失败吗？好，你常常跟我说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那现在我以大人身份跟你沟通好不好？如果我说你爹地妈咪两个人在一起都不开心，你同意吗？既然你同意的话，你就该接受他们离婚的决定啊。是，他们离了婚之后，你的生活会有很大的改变。你不能像温室里的小花，比起其他同龄的孩子，你可能要承受更大的压力。不过这样你会变得更懂事、更成熟，不是吗？我相信你能够坚强地克服所有的困难，因为我的家里没有弱者，包括你在内，同意吗？来，走吧。Olive，对不起，妈咪。对不起，是妈咪不好，给你这么大的压力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爹地。回来就好。奥利菲累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吓死我了！以后不能再这样子了，知不知道？肚子饿吗？妈咪煮东西给你吃。简先生，你放心，我们现在的赢面很大，女方那边不止。算了，不要再搞小动作。真的这么就算了？我现在只是希望这场官司尽快的结束。好了，刷好牙，快点睡觉了。妈咪，为什么你不问我？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你去找小玉。不是，我是说，为什么你不问我？我要选你还是爹地？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你知道就好。妈咪不想给你太大的压力，这样会影响到你的决定。如果我选爹地的话，你会不会伤心？妈咪当然不希望跟你分开啊。不过你失踪的时候，妈咪想通了很多事情。其实，你跟谁住都不重要，只要你平安健康，妈咪就很开心了。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会支持你。还有啊，如果以后我们真的不能生活在一起，你一定要记得，我永远是你妈咪，她永远是你的 daddy。我们都会像以前一样爱你，知道吗？
早点睡吧。我冲了杯热奶给 Olive 喝的。谢谢。你还要跟我说什么？你们大人的事，我也不想说太多。不过我希望你们可以各让一步，不要把整件事情搞得太僵。虽然 Olive 人小鬼大，毕竟还是个孩子，我不要他承受太大的压力。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吧？那就早点休息吧。大家早，早，连律师你好。你好。 Daddy， 我们进去吧。简先生，你放心，我保证一定可以让你得到女儿的抚养权。那你可以保证我女儿幸福快乐吗？为了让小朋友可以在毫无顾虑的情况下作答，本席要求清场，请各位离席，先到休息室等候，留下双方律师就好。接下来，没有本席的许可，双方律师不能发问。现在可以带简家琴进来了。简家琴，小妹妹你好。你好，法官大人。哎，叫我法官叔叔就好了。法官叔叔。嘿，乖了乖了。我可以叫你 Olive 吗？可以。Olive，等一下法官叔叔会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，你只要诚实的回答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嗯。Olive 的浴室漏水了，你找人修好了吗？哦，我忘记了，我立刻叫人家修理。你最近是不是还是很少回家？我不是想侵犯你的自由，我只是希望你可以花多一点心思在家。如果 Olive 跟着你，他会希望可以多看到你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他未必会选我。我想过了，我们很有可能会有共同的抚养权。共同的抚养权？你之前不是很坚持要独立抚养权吗？不然，我们也不会打这场官司。你以为我很想打这场官司吗？有哪个女人会希望自己的女儿是被其他的女人照顾 ？Ella 会好好照顾 Olive 吗？Olive 失踪后，我意识到我们当父母的有多么的失败，竟然给她这么大的压力。我们造成的伤害，唯一能弥补的方式就是无论判决如何，我们都要和平相处，好好照顾 Olive。安生，是不是有一个结果了？法官要见另外一个人。谁？感谢钟校长百忙中抽空前来。别这么说。哎，对了，我的小儿子赵炳文就在贵校就读啊。哎，他是小6年级第1名。不晓得钟校长对他可否有印象？当然有印象啊！原来赵炳文是你儿子啊，他品学兼优，平时呢又有来帮助其他的同学，是一位好学生。哦，是啊。哎，其实我也是在审讯的过程当中才知道，原来钟校长你就是简家琴的外婆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哎，要你来跑这一趟。不会不会，我只是很好奇，我们今天的会面目的是什么？哦，是这样的。或许是顾虑到父母的感受，简家琴对往后要跟谁一起生活，一直都不能够做一个决定。这也难怪了，一个9岁的孩子，这件事对他太残酷了。那你有没有考虑让他们共同拥有
Olive 的抚养权。以我的经验来看，这样的选择不是太理想。你都知道，他们现在两夫妻不大和谐。如果我给他们有同样的这一个监护权的话，这样他们一定会为了这个孩子的事继续的争吵不断，这样对孩子就有很大的影响了。那您的意思是？我也问过简家琴了，除了他父母以外，有哪一个人是他最信任的？他想都不想就说是他外婆了。其实以钟校长你在教育界的名声，对你的外孙女来说，你是最佳的这一个监护人啊。你的意思是要把Olive的监护权交给我？他十分信赖你，我也认为你能够给他一个优良的成长环境。当然，这个判决是暂时的，只要往后他父母的关系有所改变的话，到时我会另做安排。不知道钟校长你的意愿如何呢？照顾孩子是重大的责任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胜任把他照顾好。如果钟校长你不同意的话，其实我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，如何来安置这孩子了。法官已经把你母亲列为 Olive 暂时的法定监护人。以后我们可以一起住啦。去吧。Daddy， 以后要听外婆话，知道了，以后有时间你要来看我哦。虽然以后你们可以生活在一起，但昂蒂才是 Olive 的监护人，所以一切有关 Olive 的事情，他才是最终的决定者。明白。外婆。拜拜。那你们慢慢聊。如果你对这样的裁决不满意的话，可以向法官投诉。我可不要以后你来怪我。这件事也是因为你们两夫妻没有处理好，法官才会做这样的裁决。我是为了Olive好，才会接受这样的建议。谢谢你妈。来，祝我们合作愉快。真是搞不懂你，抚养权已经判了给小孩的外婆，她美琪变成了这场官司的大赢家，你怎么一脸不在乎？到底怎么啦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看事情不能只单看表面，要看得更深、更远。其实这次的大赢家不是汤美琪，而是我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虽然这场官司我是输了，可是我却赢了简君豪的信任。他把原本跟 M1合作的项目全都转到我的律所，现在连安生的饭碗，我也不知道还保不保得住了。哥，你真是我见过最没有底线、脸皮最厚的大坏人。如果当坏人可以让自己好过一点 ，Why not？ 在孤雁的日子，我学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这个道理应该也很清楚的。我们在同一个地方长大，是属于同一种人，在我面前不用装无辜哦。对了，你知道马院长有胃癌吗？我知道啊。而且现在是末期，剩下的日子不多了。是吗？他没有子女，大半辈子时间都花在照顾我们这些孤儿，现在却孤零零躺在病床上，想想也挺可怜的。对了，如果你去看他的话，帮我买个水果篮，买个豪华一点的，我到时候再付你钱。不过不必提我的名字啊。
从小他最疼的就是你，你不见他最后一面吗？你也知道我刚接了简俊豪的合作案，接下来恐怕会很忙吧？我再怎么坏，起码也懂得感恩和念旧。你呀，根本就是冷血的嘛！喂，这杯是酒来的哦。你今晚怎么这么静啊？看你满怀心事的样子，有什么事说出来比较舒服。我跟你说过，无论什么事，我都愿意跟你一起分担的。其实也没什么事，可能是有点累。官司虽然赢得不漂亮，但总算结束了。你的官司结束了，以后还会跟你的老同学保持联络吗？你不是向来不干涉我的朋友圈，怎么对汤美琪这么在意啊？你的事业是好不容易才打拼回来的，你为了他宁愿得罪M&E的大客户，甚至辞职，可想而知，他在你心目中是多么的重要的。你说我能够不在意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只要有关你的事，我都有办法知道的。我一旦喜欢一个人，就会全心全意地投入这段感情里，不会受其他人影响。我希望你也一样。如果没有你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我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。可能你会觉得我很霸道，可是没办法，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不喜欢跟人家分享属于我的东西。就好像这个包，如果有一天我不要了，我宁愿销毁它，也不会让它落入其他人手里的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要送 Olive 去寄宿学校？是啊，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安排。我们好不容易才可以一起生活，你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安排？我是考虑了很多因素才做这个决定，而且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他好。为了他好，你做任何决定都说是为了对方好，你有没有顾虑过对方的感受 ？Olive 才9岁，这个时候最需要家人陪在他身边。如果他去了那边，谁照顾他？如果他被欺负怎么办？你太小看你女儿了，其实她比你想象中的还要独立、懂事、成熟。你这不叫做疼爱，这叫溺爱。继续让她留在你身边的话，肯定会被你宠得一无是处。你也认同他成熟，他懂事，那就证明我的教育方法一点问题也没有啊。那成绩这方面呢？以他现在的成绩，能够考到好中学吗？考不到好中学，将来还有什么前途啊？说来说去还是成绩的问题。当然了，你喜欢用数字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，那是你的自由，请你不要用这样的价值观在我女儿身上。如果你觉得在家里有一个小孩子很麻烦的话，我们可以搬走的。搬走？你能搬到哪？如果你有地方去的话，当初你还会投靠我吗？我会想办法。拜托你成熟一点好不好？不要动不动就说搬走。我觉得你比 Olive 更需要成长。再说，我现在才是 Olive 的合法监护人。最多我上诉，我不会让你把 Olive 给送走。随便你吧，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安排。你好好想想吧。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休息一下。又不是在比赛 NBA 的，这么拼命干嘛？姚氏夫妇那边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？大哥，现在已经下班了，还谈什么公司啊？你放过我吧。唉，下班之后谈公司是应该的，谁叫我是好员工啊？很多人都说这对夫妻是表面恩爱，其实私下已经适合多年了。尤其是那位姚太太。他是最喜欢拈花惹草了。有没有查到出轨的对象？这我倒没听说过。可是我这姚太太一直以来很喜欢出入一些高级会所，尤其是那些有特别服务的地方。
姚先生一直以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，这次会突然间这么想不开，狠下毒手，我真的不知道原因。原因只有2个，要么姚太太做了让姚振涛忍无可忍的事，要么姚振涛根本就是无辜的。理论上是没有错，可是我希望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。那个被姚振涛打伤的男人，你有没有查到他和姚太太的关系？有什么事我们明天再说吧。还有啊，有没有人告诉过你是工作狂啊？我先去打篮球了。你到底说不说？杨先生，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吧？是谁都好，我只能跟你说，他跟我们的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不想再提到他。2个月前，你跟这个叫 Desmond 的男公关发生殴斗而被带上警局，已经被记录在案。总之我说了，不要问就不要问。你们要搞清楚，我请你们来是帮我辩护的，不是叫你们查案。姚先生，我们必须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才能向法官证明你是清白的。你太太经常去光顾 Desmond 的俱乐部，他们的关系是怎样的？相信大家心知肚明。现在外界和警方一致都怀疑，你是因为吃醋而跟他起了肢体冲突。这样一来，就不难联想到你伤害姚太太的动机。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。我跟我老婆这么多年来，早就达成了共识，我对她的私事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她要跟什么人来往，我也无所谓，又怎么会为了这种小事找人打她？姚先生，请看看这张照片。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你要去打他，还用玻璃把他脸划伤？对方一定会抓住这一点，对你穷追猛打。就算你现在不说，上庭也必须要讲。还有，你在接受警方调查的第2天就买了出国的机票，现在所有证据对你非常不利。姚先生，你必须要信任我们，把事实的真相说出来，我们才能帮你打赢官司。我动手打他，不是因为吃醋，是因为他勒索我。这家伙，他拍下了他和我老婆的床照。你相信他说的话吗？我的个人想法并不重要，我们只要做好辩护律师的本分就好。可是法官会怎么想呢？就如姚先生所说的，是因为 Desmond 威胁才动手，也不代表他不会对他老婆怀恨在心啊。这么大顶绿帽，怎么忍啊？事情的真相是什么，只有当事人清楚。我们的职责就是根据疑点替当事人辩护就好。话是这么说没错，可是现在所有证据都对他很不利啊。不会啊，不是多了一个嫌疑人浮出水面吗？你是说 Desmond？ 只要我们能向法官证明 Desmond 的作案动机，姚振涛的嫌疑就会变小。说的挺容易的，你以为我没有去找过 Desmond 的去向吗？可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啊。还有啊，以前那间会所他已经没有上班很久了。中人大哥啊，姚先生的命运、律所的未来、2位大老板的希望，还有我们的饭碗，通通掌握在你的手上了。哇，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是不是能打赢官司，就看你能不能找到 Desmond。辛苦了。你不是这样吧，安生？吃得开心吗？吃完之后，我们去买水彩笔。不用了，今天已经买了很多东西，下次再买吧。你是不是为妈咪的钱包着想啊？外婆说，我们现在不能像以前那样随便乱花钱，买东西之前要先想清楚。Olive，妈咪在想，我们到国外重新生活好吗？好啊，那外婆是不是也跟我们一起去啊？外婆这里有工作，不能说走就走，可能不能去了。那我也不去了。为什么？外婆之前有吩咐过我，她现在是我的监护人，我要去哪里都要她 say yes 才可以，所以不能说走就走。这么听外婆的话，
不见得你这么听妈咪的话。妈咪，其实我想去念寄宿学校，好不好啊？是你想去，还是外婆逼你的？外婆没有逼我，是我自己想去的。可是如果你念寄宿学校，就看不到妈咪，你不怕吗？不怕，我要学习独立。可是妈咪会很舍不得你的。外婆说每隔1个礼拜就能回家1次，所以你不用担心，我还是可以常常看到你的。进来。校长。王董事，真不好意思，要你大老远跑来这里转。没事没事。我知道寄宿学校的名额不能再保留了，所以我想麻烦你帮我转让给其他的学生。周校长，这么难得的机会，为什么要放弃？因为我女儿说什么都不同意我这么做。可是这所寄宿学校的声誉真的非常好，在国内外都得过不少大奖，连外国人也想把孩子给送进去。许多家长真的是挣破头皮也得不到1次面试的机会。这个我当然知道，要不然我不会恳求你帮我做这样的安排啊。校长，你见外了。钟校长，我跟你认识了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见你开口要求别人帮忙。你女儿真的很幸福。可惜她不懂我的一片苦心，教自己孩子比教整所学校的学生还要难呢。好吧，我尊重你的决定，就这样吧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外婆，我们回来了。去冲凉、换衣服、吃饭。知道了，妈咪，我先回房了。上次你说的那间寄宿学校，之前你不是坚决反对不让他去吗？干嘛还问呢？他想去，我也阻止不了。自己慢慢看吧。这间学校的确很优秀。9点就要关灯睡觉了，平常 Olive 这个时间都还没睡，他会不习惯啊。那就趁这个机会好好的培养他早起早睡的习惯嘛。如果他晚上肚子饿了，有没有东西吃啊？一间房间要跟几个人分享？有没有冷气？有没有厕所？我们现在不是送 Olive 去度假村，比起这些琐碎事，你是不是更应该关心这所学校的老师还有教学设备呢？这些我不用担心，你一定会确认过才会坚持把 Olive 送进去的。我只是很关心他住得舒不舒服，习不习惯。如果你期望他进去里面是要吃得好、住得好，时时刻刻有人服侍他的话，那很抱歉，你还是送他去贵族学校吧。我只是关心他住的环境。不如这样，我们给他试1个学期，如果他真的不习惯，我们再把他接回来。这样也好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你突然改变主意？之前你不是很坚决反对的吗？我不想承认，不过我的确不可以给他一个理想的成长环境。他想去试，就让他去试啊。再说，我也不希望他的童年像我一样这么不开心，每天被人管。至少在寄宿学校有朋友陪他玩。这个很好吃，给你。服务员，这个再给我1份。不知道是不是怀孕了，最近胃口特别好。来了，不如我们改天才去买宝宝东西吧。我们不是说好一起去买的吗？还有啊，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办婚宴？我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再拖下去，连婚纱也穿不下了。我明白，可是我的离婚官司刚刚才结束，我不想这么快就办喜宴，那就是给机会记者们去制造新闻，你明白吗？这你就不用担心，你没留意网上的言论，大家都能理解我们的苦衷，都站了我们这边，没有人会觉得你是坏人。
好人和坏人我根本就不在意，总之现在时机不适合，我们以后再说，好吗？我知道官司的事让你很累很烦，可是以后有我和 baby 陪着你，你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我不是故意要催你，可是我真的希望我们快点定下来。吃东西吧。对了，公司突然间有急事，我必须回去。等一下你买完东西之后，我会叫阿福去接你的。你不陪我啦？别这样吧，我一定要回去。乖。我也是喂，最近没有吃饭啊？为什么越来越瘦越来越轻啊？啊？有，对了，妈咪在厨房。太太，你看这个材料够不够？里面有黄芪、黑枣、熟地、当归，够啦，很足够啦。太太，这里很久没有那么热闹、那么开心了。最开心的人还是你吧？我在这里，你就不需要煮了。是啊，我省下很多功夫呢。Daddy， 这个蛋糕你一定很喜欢的。真的？我知道你学校放假了，到时候爹地带你去日本滑雪，然后我们去 Disneyland 好吗？不行啊，Daddy，我要去念寄宿学校了，1个月只能回来1-2次，所以不能去旅行了。寄宿学校？为什么这件事情不跟我商量啊？我妈是他监护人，她要他去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谁不知道你妈只是挂名而已啊？真正的决定权在你手上，你根本不想我见到 Olive。我不想让你看到他，我今天就不会带他来了。你不要扯开话题，总之他不能上寄宿学校。他要上你们不要吵架，可以吗 ？Daddy， 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不想让你不开心。这个蛋糕是我做的。今天我和妈咪特地来为你庆祝生日，你们不要吵架，好吗 ？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Daddy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许个愿吧。你知不知道刚才爹地许了什么愿啊？许了什么愿望啊？爹地希望Olive健健康康、开开心心。谢谢Daddy。怎么一个人在这啊？Olive感觉上好像变了。整个人突然间成熟了。我也看到他的变化。想念寄宿学校，也是他的想法。都是我不好，不能给他一个完美的家庭。他这么小，就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。对了。之前在记者会上，我对你的指控，我是有点过分。我不应该听吴律师的话，为了赢官司，污蔑你的。我也不应该拿杨子梅自杀的事件来攻击你。当时你一定很难受。为什么我们要等到离婚之后才懂得沟通呢？如果我们早学会这么做，
事情就会变成这样。在人生里，也没有什么如果。既然回不了头，那只好往前看。我现在最关心的是 Olive。我今天会带他来，也是希望我们俩可以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。即使做不了夫妻，我们还是 Olive 的爸爸和妈妈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尽我所能，给他最好的，给他开心。总之，如果你经济上有问题，一定要告诉我。谢谢你这份心意。可是对 Olive 来说，你多陪陪他，打个电话给他，比任何物质上的东西还要重要。Olive， 手机有没有带在身上？记得告诉老师你对花生敏感，不要乱吃东西，知道吗？妈咪，我长大了，你不用担心我。你答应我，不要再跟外婆吵架了。妈咪答应你。等一下，我一个人带 Olive 去就行了。不是说好一起带 Olive 去的吗？妈咪，外婆送我去就可以啦。我跟 Olive 说几句话。那就快点，快下雨了，我不想他第一天就迟到。我去拿把伞。Olive， 妈咪没有做过什么令你骄傲的事，不过妈咪想告诉你，有你这个女儿，是我最大的成就。妈咪会想念你的。我也是。多2个星期就能见面了，干嘛搞得好像生离死别一样呢？走了 ，Olive。拜拜，妈咪。Olive， 快走啦。I love you, 妈咪。妈咪 love you too。外婆，我们是不是去搭德士啊？不是，我们先搭巴士，再转地铁。这么麻烦？那从今天开始呢，你要学会以简单省钱的方式来过生活，不能再像小公主那样了，知道吗？哦，知道了。我在外面约了客户谈事情。好，那你忙你的。嗯，好。美琪，等很久了，苹果汁，谢谢。不会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临时叫你出来。没事，反正我也要吃晚餐的。你怎么了？在电话里就听得出你好像不太对劲。今天 Olive 去了寄宿学校，我看他离开我的时候，我觉得很不舍，总觉得我没有在他身边照顾他，好像没有尽当妈妈的责任。你听我说，你绝对是个好妈妈。我总觉得我做的不够好，送他去寄宿学校这个决定，到底对不对啊？加油！每一次失落后，谁来问候？失去才知道今生的所有。每一次彷徨是谁的眼眸？坚定的眼神，相信着我不会保留。一路崎岖不退缩，再多挑战不放手，要勇敢往前走。